我想一个人安静一会儿。我一直在想，如果当时我们选择了备降，结果会不会不一样？有很多事情是不能够事后假想，这会让你陷入一个很难摆脱的循环。10年前，在美国加州的圣地亚哥，有一位女飞行员，她开着飞机坠进了大海。那是她第一次单飞。美国的通航标准很宽松，她就自己制定了飞行路线。我同意了，因为我充分信任他。他在海面上飞得太低了，遭遇了突发气流，我就站在岸上，看到他反应过度，急速带杆，最后飞机失速。这不怪你。我不该放任他随意飞行。如果飞行前我要求他严格按照规章，也许根本就不会出事。可是我没有这么做。所以，你才那么在意安全，那么在意规章制度。人生中有很多事情是我们不愿接受的。既然无法抹去那些事情带来的伤痛，那我们能做的就是避免伤痛重演。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昨天的事情你并没有责任。不要让自己在负面的情绪里越陷越深。调整好情绪，不然我不会同意你作为副驾驶和我一起飞下午的航班。对不起，徐总。出了这样的事儿，我感到很难过和遗憾。公司已经派专人去新加坡了，去配合家属处理善后，将逝者的遗体运回国内。
叶落归根。我请求公司给我最严厉的处分。江部长，这份报告上已经写得很清楚了，这是一起意外事件，你和整个机组都没有责任，你不要有太大的心理压力。但是回头在会上呢，一定要好好的总结经验教训。这官司我们能不能赢啊？依我看啊，胜诉的几率非常大。您儿子是在飞机上过世的，这是铁打的事实。一定要他们给个说法，拜托你了，庄律师。您放心吧，我会以您个人的名义，在网上发布一个声明，寻求一些舆论支持。行。咱们去那儿拍个视频。好。南亭，你看一下这个。大家伙儿给评评理啊！我儿子在陆航飞机上猝死。严发，喂，您看到了吗？什么？我儿子在陆航飞机上猝死，你让他不去飞翔，他不给我儿子活命啊！大家伙儿，你们给评评理，给评评理呀！姐夫，你看这点击量都10几万了，怎么办啊？太可笑了啊！这不胡说八道吗？你说他是想干什么呀？啊？煽动民意，博取同情，这是想讹一笔啊！太滑稽了。大家伙儿给评评理呀！我儿子在陆航飞机上猝死。这儿。视频看了没有？我刚落地我就看见朋友圈有人转了，你说是郭老怎么还会发短视频呢？肯定是那个律师支的招啊。今天我签到的时候，我就看见那个律师带着老人家去找江部长了。现在老人家肯定都认准了，就是因为我们不去备降，才错过了他儿子的最佳抢救时机。你当时到底能不能备降？至少我联络管制的时候，对方没有拒绝我们，只是让我们稍等。所以，赛贡可以备降的话，那这江部长是不是就麻烦了？我得给老谭打个电话，让他们公关部处理一下。哎，姐夫，您先看看这评论，好多貌似专业人士在里边进行评论。乘客一旦发病，机组人员第一时间必须备降，好多这样的言论。哪来那么多专业人士？一群喷子，不懂装懂的一群冒牌货。姐夫，要不这事咱澄清一下吧？当时乘客在飞机上的状况是稳定的。再说您加速直飞的决定，这也合规合理。更何况新加坡的医疗技术明显优于赛贡。江部长选择直飞医疗条件更好的新加坡，没有违反规定。如果你是当时的机长的话，你会不会备降啊？当然。郭老的律师肯定懂这些，干嘛还要在网上折腾啊？当然是为了制造舆论啦。负面影响越大，咱们陆航的压力就越大。到时候也许为了息事宁人，就得格外掏钱，懂不懂啊你？你会不会好好说话呀？
没收你学费就不错了。我觉得老人家要的不是这个，那是什么？一个他可能得不到的道歉吧。哪位啊？江部长您好，我是安监部的贾琪。因为目前网上出现一些质疑，公司决定成立临时调查组，在下周1重写复盘事件，请您和当天的机组成员协调一下时间出席。哦，行，没问题，应该的。怎么了这是？江部长找我谈话，我先走了。你刚落地啊？哦，江部长找我谈话，可能是想聊聊那个视频的事儿吧。我陪你上去。哎，不用。毕竟当时你也没在驾驶舱，你就是旅客的身份嘛。他现在情绪可能不太好，你上去之后多听少说，有什么需要第一时间告诉我。没事儿，可能他也就是想聊聊怎么样去应对外界的质疑，应该不用麻烦你。那我先走了。这件事现在在网上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你都看到了吧？嗯，我看了。哎，这不加点糖还是奶啊？哦，不用。好，谢谢。小陈啊，咱们机组啊，跟后面的客舱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对吧？旅客在客机上去世，谁也不希望看到这种悲剧发生的。一个生命逝去了，无法挽回了。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如何避免此类的悲剧再次发生，对吧？本来这件事情呢，都快要平息了，可又被那个死者的父亲给推到了风口浪尖上。哎呀，小程啊，我希望这件事情呢，简单一点。下周咱们公司内部啊，要对整个事件呢做一次复盘，到时候关于备降塞贡机场这一段，你就不要提了，好吧？为什么？您想让我隐瞒塞贡可以备降的事情？不是恶意隐瞒，小程啊，我只是不希望这件事情搞得更加复杂。可是您的选择是合乎规范的呀。小程啊，你是没懂我的意思啊。咱现在呢，也不是较劲的时候啊。如果把塞贡机场备降的事情说出去，那不给我们自己找麻烦吗？那会招来很多无谓的谣言，是吧？
谣言满天飞。那现在网上都已经闹成什么样了？到时候这个舆论发展成什么样，我们是无法控制的。这不仅关乎到我一个当班机长，还会连累我们整个的机组，甚至包括我们整个公司。这个事情有多严重，你想不到吗？不是，您当时的决定并没有错啊。而且我相信公司一定会有办法向公众澄清真相。有任何的后果，作为机组成员，我愿意共同承担。要是您没有别的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他妈就跟你说不明白。我当时听到卫生间有异响，然后过去一看，发现郭先生已经昏倒在地上了。郭先生当时心跳和呼吸都还有，但病情不详。我就发送客舱广播寻找医生，并第一时间向机长进行了汇报。在旅客刚刚发病的时候，我联系过管制。管制在接到我的备降申请以后，他说立即安排。后来向机长看到病人情况有好转，就让我们直飞新加坡，没去备降。我们当时没有备降，一方面因为病人情况转危为安，另外一方面，附近唯一可以备降的塞贡机场，特殊的原因，跑道关闭了。塞贡机场11:03因场务检查跑道暂时关闭，不接受任何备降，所以我们只能继续飞往新加坡。陈经，你是说当时塞贡机场有备降条件？当时是在申请，但是没有任何消息说不可以。和另外2位表明，当时塞贡机场没有备降条件。还有陆空对话，也表明了当时的情况，这是文字记录。还有原始录音。All stations, our runway is closed temporarily due to FOD. Kansa 263, please make an orbit at present position. Break, break. Merans 221, please make an orbit at present position. The time of delay is indeterminate. Maintaining flight level 240. Right-hand orbit, Kansa 263. Maintaining flight level 220, right-hand orbit Merans 221. 我从头到尾都没有听到过这段录音。这段录音显示的是 UTC 时间当日上午4:03。而在这个时间，你去了客舱，所以没听到，很正常。是这样吗？我中途的确是去了客舱，了解旅客的情况。但是当我返回驾驶舱的时候，江机长可从来都没有提过塞贡机场跑道关闭的事情啊。是，我是没有提，因为当时我专注于飞行，我考虑的是如何能尽快的飞到新加坡，而没有纠结之前的事情。The patient is getting better, thank you. 谢部长，借你电脑用一下。
Request received. We'll coordinate right away. Our runway is closed temporarily due to FOD. 这不对呀！我记得我出去再回来的时候，听到江机长说病人情况已经好转。为什么这个录音里没有这句话？我不记得我说过这句话，我说过吗？我确定我没有说过，你记错了。不可能，我听得一清二楚。我没有说过的话，怎么可能会出现在录音里呢？你是在质疑什么？录音是塞贡空管局直接提供的。另外，这里还有2架外航飞机在同一时间点上在塞贡机场上空盘旋的记录。所有的存档信息都显示，机场没有任何航班起降。后来最先降落的就是那2架外航飞机。机场关闭会发通告，我们有查过吗？这个已经落实过了。跑道只是突发性的短时间关闭，塞贡机场没有发布公告，也是符合规定的。这事情很清楚了，死者的家属很悲痛，这个都可以理解。但是我们陆航无需担责。机组和乘务组对旅客做了尽力施救，而旅客去世也是由于个人身体原因导致，与航班没有关系，公司的确没有责任。江部长，您上周单独找我谈过话，让我在调查会上不要提及我去申请备降的事情。既然都不能备降，那您为什么要让我隐瞒呢？是，上周我找过程潇。最近关于这件事情在网上引起了很多的议论。我当时找程潇，就是希望他不要受这些议论的影响。作为一个专业的飞行员，应该考虑的是如何飞好每一次航班，而不是考虑如何去应对每一条议论。程潇，我很不解，你今天为什么？你在质疑什么？质疑这段录音的真实性？质疑塞贡机场为何没有发布临时关闭跑道的通告？还是质疑一个有着2万多飞行记录的资深飞行员呢？如果你跟我有什么个人意见，那我们回飞行部好好谈，不要在这里浪费大家的时间。谢部长，请法务部将资料的副本传给对方的律师，我想对方不会再纠缠不放了。程潇，怎么了？调查会有结果没？我说了，不想麻烦你，但是我实在不知道该跟谁说。来，进来说。你的意思是，
你怀疑这个录音有问题？我想不到其他可能。我和江部长有时候虽然理念不合，但我认为他仍然是一个合格的机长。伪造录音这件事太严重了。你确定你听到那句话了？你也不相信我吗？我不是这个意思，只是这件事还需要查证。我会找到证据的。我先走了。程潇，程潇离开驾驶舱去看旅客状况的时候，就你和江部长在驾驶舱。当时塞贡区域的管制跟你们说了些什么？这个调查会的时候我都说过了。能请你再跟我说一遍吗？部长，不是有陆空对话录音吗？您要是想听详细的对话，让安监部的人给您调取一下吧。请你再复述一遍。我就是再复述一遍，也和调查会的时候说的是一样的。哎呀，不早了，豆豆明天要考试，我还要给孩子辅导功课，我先撤了。队长，你是公司的老员工，我记得公司每年的公益活动你都会参加。在我的印象里，你不但是个好爸爸，也是一个善良诚实的人。我想知道，为什么你今天这么反常？哎，今天的复盘会，你打算怎么说呀？我想咱就照实说呗。杰克，当时飞机上的乘客也没有积极要求咱们备降，您的决定加速直飞也是合规合理的，不存在什么责不责任的问题啊。即使我没有被追责，外界的人会怎么想啊？会怎么评价？会认为我江涛没有尽全力的挽救生命，这会成为某些人攻击我的把柄，还会连累我们整个的机组。看第7页就行了。塞贡机场跑道临时关闭。姐夫，这别紧张，塞贡那儿我已经安排好了，你放心，不会有任何人知道的。哦，对了，还有件事儿。兜兜不是想去那家私立学校吗？我找人去问过了，没问题。
谢谢姐夫。对不起，顾部长，关于805航班的事情，您不要再问我了，我知道的都已经说过了。Mr. Gu, I'm certain the ground-to-air conversation. I gave you a copy of the original file. If you still have doubts, you can come to SIGON and listen to the original. We can provide all the data you need for reference. Okay. See you tomorrow morning. Thanks. Here we have. Actually, we are keeping all the recordings. Okay. All stations, our runway is closed temporarily due to FOD. Gansa 263, please make an orbit at present position. Break, break. Merans 221, please make an orbit at present position. The time of delay is indeterminate. This is what it is. Why I couldn't find a note from Saigon Airport said the runway was closed. The runway was closed because of the rules. According to the rules, we had only 15 minutes. That's why they didn't give an ounce. Who are the captains of Gansa 263 and Marines 221? I don't know them. Can I have a copy of the recording? I gave one already to Luzhou Airlines, but I can email you another copy if you need. Thank you very much. Sure. May I ask you a question? Mm-hmm. Why do you doubt about this copy? There is something bad happened at that time? I'm not at liberty to say. Sure. Thank you, Mr. Ran. Sure. Bye. Go listen to the recordings. Also, there is no problem, but he still have very much doubts about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documents. And he asked for the contact info of the other two captains in the same airspace. I don't know them. Okay, I see. Jiang, don't create me a problem.
来找我？有些事我要当面跟你说。 All stations, our runway is closed temporarily due to FOD. Kansas 263, please make an orbit at present position. Break, break. Merans 221, please make an orbit at present position. The time of delay is indeterminate. Maintaining flight level 240, right-hand orbit, Ganza 263. Maintaining flight level 220, right hand orbit Meran 221. 这文件你是从哪儿拿到的？塞贡空管档案室。你特意去塞贡了？当时在塞贡上空盘旋的另外2位机长也很重要。我向江部长申请发公函去对方公司找人，但被他驳回了。不过，我要到的2家公司所有在职飞行员的名录，总共6577名。现在正在考虑排查方法。谢谢。目前为止，还是证明不了什么。我想把这些疑点告诉郭老先生他们。江部长的所作所为属于公司和行业内部的调查范畴，并不能因此否定他在805航班上的合规处置。是，我知道，可是他做了伪证，他骗了所有人。即使家属方知道了录音作假的事情，陆航无责的结果也不会改变。但是网上的风暴会愈演愈烈，这其中的利弊关系不是几句话能说清楚的。谢谢你帮我。飞行员名单和录音，麻烦发我一份。先走了。对了，你不要再参与这件事情了。陈潇，无论如何，不要让自己牵连进去。放心，我有数。The patient is getting better. Thank you. The human voice can be fully simulated after the processing, and the ambient sound matches the noise of the flight. All stations, our runway is closed temporarily due to FOD. Kansas 263, please make an orbit at present position. Break, break. Merans 221, please make an orbit at present position. The time of delay is indeterminate. Finish. Go to job. Thank you. Maintaining flight level 240, right-hand orbit, Ganza 263. Maintaining flight level 220, right hand orbit Meran 221.请进。南亭哥，安全手册草案的目录都整理好了。
电子版也发你邮箱了。辛苦了。是不是又熬夜了？小了一下，今天不飞嘛，本来想拉着肖姐一块弄，效率能高点儿。可是她最近又焦头烂额的。他最近怎么了？他这2天一直在打听擅长民事官司的律师。久等了，谢谢你啊，帮忙介绍律师。不用那么客气，正好我老家有个学法律的同学，以前跟这个刘律师打过交道，他是法律援助顾问，专门帮助弱势群体。听说了郭老先生的事儿以后，他愿意无偿帮忙。别呀，不用无偿，律师费我们该交，我来交。毕竟郭老先生已经很困难了。可是程小姐，旅客现在要告我们公司，你找律师帮旅客，这样真的好吗？宇航，其实不管结果怎么样，公司都是无责的。我就是觉得这样对待郭老先生太不公平了。放心吧，我也就只能帮到这儿了。刘律师来了。李小姐，你好，刘律师，这是程机长。你好，程潇。陈机长好。刘律师您坐。宇航，你先去忙吧，就不用一直陪着我们了。那刘律师，我先走了。好。刘律师，请坐。好。陈局长，我就开门见山吧。啊。郭老先生想要告赢陆航，难度很大。以目前您给我的材料来看，缺少关键证据，情况会非常不利。这案子我可以办，但我也实话实说吧，打赢官司的概率非常低。文婷哥，程小姐让我先回去。他不想让你牵扯太多。其实我没事儿的。你能帮忙联系到合适的律师，就已经解决最大的问题了。哎，你为什么不进去啊？让程小姐知道，其实是你在帮她。他的性格不愿连累别人。安婷哥，我不会让今天的事儿传到公司里面的。谢谢。就怕这只是冲动的开始。明天我会给陆航法务部正式发律师函，但是向法院递交起诉书前，我需要见一下被告人。看看有没有调解的可能性。郭老先生那边我会问清诉求，他不用去，但是我希望您能跟我一起去。我去能干什么呀？哦，是这样的，我请您就是希望您能做郭老先生这个案子的代理律师，您尽力的帮帮他，但是我不想参与这个案子。可是篡改录音文件是目前最有可能的突破口啊！现在还没有正面有力的证据，能起到作用的就是您的旁证了。如果您能出席调解会，势必会给对方造成压力，或许根本就不用开庭，就能在庭外和解了。可是，我知道您的为难，但是打官司是讲证据的。如果您真的不方便的话，我们再从长计议吧。
刘律师，如果庭外和解的话，几率有多大？我就这么说吧，如果您不去，和解的可能性为0。董潇，刘律师，你先等我一下。啊。今天是调解会，你为什么会来？我来做原告方的证人。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我知道，但我还是决定了。为什么？现在只有我一个人的证词，可能还有点用。说不定今天能给江部长一些压力，就能庭外和解了。江部长只是连带责任人，被起诉的可是整个陆航。你现在一冲动上去，只会被认为你要与陆航为敌。你考虑过后果吗？我相信陆航的职业操守。你确定你现在上去就一定能解决？不确定，但是试了总比不试强。我先上去了。这个情况确实很严重啊，怎么处理比较好？关键是，你说谁也没想到能发生这样的事情。有道理是吧？这目前的情况也不是很明朗，是吧？还要从长计议。好啊，他们来了。刘律师来了，我介绍一下啊，这位是原告方的代理律师刘成刘律师，这是我们陆航法务部的陈部长，那位是江涛机长，那位是林依晨观察员，这是8动5航班的副驾驶陈潇。哦，陈潇今天是作为原告方的证人出席的。请坐吧。谢谢。我怎么知道这是什么情况？可以开始了。等等，等一下，我方律师。到了。方律师到了。事情基本上就是这样。您是搞法律的，应该会对这个案子的最终走向有个判断。现在这个程潇，也不知道为什么，直接站在了原告的立场上。你说这么闹下去，即便我想保他，那公司其他的领导也很难容忍。轻则开除，重则永远不会在这个行业再干下去了。江部长恐怕不知道吧？我真的不希望陈潇继续当飞行员。哦，我自荐成为你们的代理律师，不收代理费。
为什么呀？以我对我女儿的了解，她很可能头脑一发热，成为原告的证人。如果我成为你们的代理律师的话，至少在心理上可以让陈潇断了阵脚，这样对你们是绝对有利的。那我们就开始吧。我先提一下我当事人的诉求。作为死者的父亲，郭老先生希望江机长能够公开认错。对于郭晓亮先生的不幸离世，我方作为具有高度责任感的行业先锋，出于人道主义精神，愿意为死者的家属呢提供一笔慰问金。那具体的金额呢是可以商量的，但是我方希望这一切都是私下的，不做任何曝光。郭老先生明确主张，希望江机长能够公开道歉。很抱歉，我们不能承认没有做错的事情。大家呢都是专业人士，关于民用航空法里的法条，我不用再阐述了吧。但是有一件事情呢，我必须要提醒一下。在飞机上，郭晓亮先生对机组明确表示了他是没有病史，但是这是近1年来郭先生在医院的就诊报告，他一直以来就有失眠、焦虑、心绞痛、心律不齐等症状，还有这是他去世前1周在8个工作群里的工作谈话。郭先生呢是24小时工作待命。所有证据呢都显示，郭先生的忽然死亡是由于长期高负荷的工作引发的。刘律师，我认为贵方不应该追责陆航和江机长，而是郭先生的用人单位才对。按照民法典合同编第822条，承运人在运输过程中应当尽力救助患有疾病、分娩、遇险的旅客。所以，我们认为在此次事件中，陆航作为承运人，并没有做到尽力救助。郭先生在发病之后，我们的乘务人员马上开始尽全力施救，然后我以飞机能够安全飞行的最快速度飞行。落地之后，乘务人员又给郭先生进行了心肺复苏，直到医务人员上来。可以说，我们全机组人员为了挽救郭先生的生命，已经是全力以赴了，但很遗憾，还是没能够挽回。但为什么不去备降呢？您的副驾驶提及，飞机在塞贡东南侧海域上空时，由他亲口向塞贡管制申请过备降。当他出去查看病人情况后，再次返回驾驶舱，您却已经决定取消备降，直飞新加坡。导致死者错失了最好的抢救时机。刘律师，这中间是没有因果关系的，不是因为飞机不备降，所以让郭先生失去了生命。即使当时备降了，一样不可能确保郭先生可以生还。但备降至少能赢得更多生还的可能性，但这可能性却被江机长有意地错过了。什么叫有意啊？如果飞机备降在塞贡，郭先生不幸去世，那贵方是不是也可以说，去了医疗条件更好的新加坡的可能性被江机长有意地错过了呢？因此，民用航空法里才做了明确的规定，当航班上发生此类情况的时候，机长是拥有最终的决定权的。无论机长选择备降还是直飞，都是合法合规的。既然是这样，那江机长
为什么要修改塞贡的陆空对话录音？什么？修改录音？修改录音跟本案是没有因果关联的，更何况，您能举证吗？我是 XD8-5航班的机组成员，陆空对话录音与我记忆不符，漏掉了江机长说的病人情况已经好转，所以这个录音是被修改过的。那贵方拿到过当时的录音原始文件进行比对吗？为什么不能解释成为这位员工因为工作的矛盾造谣诽谤呢？方律师，我知道你为什么要接这个案子，起码的工作原则都不要了吗？看看，这就开始了。方律师，我们不该把矛头对准到证人身上吗？刘律师，无论是根据民用航空法还是民法典中的违约责任，贵方的观点都是站不住脚的。仅凭这位证人的一面之词，你觉得法庭会采信吗？那既然这样，为什么还要让老先生费神耗力，最后落得一场空呢？老先生要的是真相和道歉。你所谓的真相，只是你臆想出来的。程潇，请不要把个人矛盾放在如此严肃的场合。江机长，对于录音的事情，您真的问心无愧吗？我们很同情郭老先生一家，但是这个和解条件是我们的底线。刘律师，我希望您能为您的当事人好好的考虑一下。我回去跟我的当事人再商议一下。看不下去了，就这样吧。行，可以。那行，那今天就先到这儿吧。行。你等一下，我有话要说。我先出去一下。小常，你待会儿到我办公室来一下吧。啊，好。Maintaining flight level 240, right-hand orbit, Gunza 263.调解会开完了。
顾部长好。当然，我已经把程潇停飞了，这不是咱们之间的约定吗？行，那再见了，方律师，咱们保持联络啊。江部长，你把程潇停飞了。没错，他最近的情绪状态完全失控，我认为他短期内无法直飞航班。你是有什么异议啊？程潇的行为的确有过激的地方，但说他情绪失控，我认为不妥。那你认为该怎么处理？训诫谈话，纠正思想。可是我已经把报告递交到总裁办了。徐总刚刚的批复，南婷，你抄错门了。飞行部内部的事情为什么要往上提交？你知道的，程小可一直都是徐总最关注的女飞。停飞多久？后续怎么处置？这个，那得看徐总的意见了。江部长，我郑重请求您，跟我一起去请示徐总，重新商议对程潇的处置。可我认为目前的处置很恰当。我知道了。南天哥，肖姐在酒吧喝多了，我们谁都劝不住她。这儿呢。怎么回事？肖姐不是被停飞了吗？我们就想着陪她喝喝酒消消愁，可谁知道她一喝就停不下来了。听说今天下午的调解会，程小姐妈妈来了，江部长还请她当了陆航的委托律师。你们两个先进去把另一个弄走。那小姐呢？我想办法，快去。大芝啊，是啊，你刚跑哪儿去了？你是不是喝不过想走？你不是说要回家吗？怎么还在这儿啊？回家干什么呀？我要在这儿陪潇潇。哎，好了，不喝了啊。你不是说有瓶特别好的酒，一定要让小姐尝一下吗？不信你问宇航。好酒？对，夏夏，你确实说过。走。哦，潇潇，你等着我啊，我回去给你拿好酒。我走不动了。站着。你背我。你这么沉，我哪背得动啊？你胡说！早上偷看我洗澡的时候还说我瘦呢。这都是个误会。走了。走了。我背着，这么沉。南天哥，我们先走啊。打不老的。你也来喝酒啊？
怎么喝这么多啊？我又不用飞了，干嘛不能喝？别喝了，给我，我送你回家，走。哎呀，我又什么都没有了。是我自找的，但是我不后悔。还想喝啥？我陪你喝。你还要飞，飞行员不能喝酒。你也是飞行员，一直都会是。相信我。挺碎了。到家了。马上到了啊！到了啊！慢点啊，慢点。顾南亭，你来干什么？又来关心我，再继续拒绝我？烦死了！对不起，我不应该来的。那我等你进屋躺好，我就走。秋香，没事吧？啊？没有磕着吧？啊？我放弃了，我真的放弃了。
刘律师。嗨，胡机长。打扰您休息了，事情紧急，我要搭最早的航班去法兰克福。啊，没关系，电话里您说找到线索了。上车说吧。好。我查到了高沙和米勒2名飞行员的名字。高沙和米勒有成千上万个飞行员，你怎么确认就是他俩呀？您再听听，陆空对话里2人的声音。Maintaining flight level 240, right hand orbit, Gansa 263。这位高沙机长说的英文有细微的日本口音，应该是名日本裔的老机长。我查阅了高沙所有飞行员的资料，有2名日本裔的机长，一名是84年出生，另一名是67年出生，而67年那名机长叫 Fred。Maintaining flight level 220, right hand orbit Miran 221。我也查过米勒的女机长啊，一共有200多名，你是怎么查出来的？当天的米勒221直飞的是一架 A350，我查了一下，米勒航空 A350机型很少，所以匹配的飞行员并不多，而能飞 A350的女机长只有1位。我先去找 Fred， 再去找 Camille， 想请他们出庭作证，陈述当时盘旋的真正原因。可是，他们会愿意来中国出庭吗？这就是我要做的事情了。对了，这件事情麻烦您先不要告诉程晓。怎么了？我怕最后没有做到，他会失望。好。你来干什么？要来关心我，再继续拒绝我？烦死了！程潇答应了明天出庭。好的，我知道了。谢谢刘律师，明天见。还是关机。哎，宋宋，你赶紧给我想想，还有谁能联系上？看来他是真的下定决心了。不是，他前2天还跟我说没决定出庭作证呢。那现在怎么办呀？总不能看着肖姐往火坑里跳吧？肖姐跟我说，哎，我知道，她跟我们说了。肖姐关机了，现在谁也劝不了她。那找南天哥呢？
南天哥请了病假，已经失联好几天了。我给他发消息，一直也没有回我。平时看你像他尾巴一样，关键时刻连个人都找不到。对了，我前两天给秦阿姨发微信，她说她不知道，不过后来我问了倪总，战哥，但是倪总也只是说他有事儿在忙，让我不要担心。他在忙？你不是说他病了吗？这我也不知道啊，他们两个都联系不上，我怎么感觉有大事要发生呢？喂，喂，哎，潇潇啊，你的声音我听不见，你用什么跟我打电话的？我手机没电了，我用电脑给你打的。我说，你们母女两个也真是的，怎么搞到会对簿公堂呢？这简直是荒唐嘛！要不，明天我也过去吧。别，你来更乱。哎呀，房律师胜券在握，你不用担心他。那你这边呢？你也不用担心啊，反正我说的是事实。你们两个呀，都是倔脾气。行了，明天什么结果我告诉你啊。好吧，那你就如实的陈述事实，千万注意要控制情绪。你要记住啊，千万不要被对方律师激怒。哼。这么晚了，还有谁来？可能是物业吧。爸，那我先不跟你说了啊。好，注意保护自己啊。好嘞，拜拜。你去哪儿了？外行那两位机长，我没能说服他们出庭作证，对不起。你是去？谢谢，你已经为我做的够多的了。你明天要出庭作证啊？不要去，赢不了。你看起来很疲倦了，早点回去休息吧。你不要出庭作证，我来。米勒航空的科米尔机长亲口对我说过，塞贡机场当时没有关闭。明天我会在法庭上如实陈述。可是这会我是你的教员，总之这件事情你听我的安排。顾教员，我已经出事了。走吧，我送你。全体起立。报告审判长，开庭工作准备就绪，请坐。就郭伟民与潞州航空公司的航空运输人身损害责任纠纷一案，现在开庭审理。
今天徐总也在，底下很多我们陆行的人。接下来，请双方举证质证。请法庭播放录音。 All stations, our runway is closed temporarily due to FOD. 各单位注意，塞贡机场由于不明外来物跑道关闭，高沙263，请盘旋等待。米勒221，请盘旋等待。保持24000英尺，原地右转，盘旋等待。高沙263，保持22000英尺，原地右转，盘旋等待。米勒221。 根据塞贡控管提供的最原始的录音显示，郭小亮先生在发病的那段时间里，塞贡机场关闭，没有备降的条件。陆航的乘务组对郭先生竭尽所能地进行了救治，把他安排在头等舱，全程由乘务员专心地照顾。机长也选择了以飞机安全行驶的最大速度飞行。郭先生呢？ 在飞机下降的过程中，忽然的死亡，陆航对郭先生的死亡没有任何的责任。审判长，我方认为陆空对话的录音证据存疑，现申请证人出庭作证。请证人出庭。请证人陈潇出庭。不用紧张，说说真话而已。我是 XD 8动5航班的副驾驶程潇。在郭先生第一次发病后，我曾在江机长的授权下联络了塞贡区域管制，对方立即协调备降。机长，现在离我们最近的机场是塞贡，要不要备降？乘务长，我们现在准备备降，请马上做好安抚旅客的工作。好，知道了。通知塞贡管制，汇报航班情况，说明备降需求。在我们等待协调的时间里，江机长让我去客舱查看一下病人的情况。你去客舱确认一下这名旅客的状况。好。我发现病人情况的确是有好转。后来我回到驾驶舱，江机长已经做了决定，继续直飞新加坡。但是当时他并没有提及塞贡机场关闭的任何相关信息。江机长给的解释是，在我离开驾驶舱的这段时间里，管制发来的通知。但是当我回到驾驶舱，我亲耳听到江机长对管制说 The patient is getting better, thank you. 可是这句话在我们听到的陆空通话完整录音里是没有的，因此我认为这段录音真实性存疑。审判长，关于录音是否真实性的问题跟本案毫无关联，我申请法庭排除这位证人。原告希望江涛机长解释为什么改掉了当天的陆空对话录音，他是在逃避什么？请被告律师继续质证。请问证人，你跟江涛机长是什么关系？他是我的上司。在去年6月14号发生的跑道冲突事件当中，你是否与江机长发生过冲突？这与本案无关。你是否与江机长发生过不止一次的冲突？
请证人回答。有过。那请问证人，你是否因为与江机长之间的冲突一直心怀芥蒂？没有。审判长，证人与我方当事人之间存在着利害关系，证人完全有理由因为私人的恩怨来陷害我的当事人，因此他的证词不能单独的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被告及代理人还有无其他的质证意见？我没有质证意见了。请证人退庭。该说的我都说了，我出去透口气儿。审判长，我方申请第2名证人出庭，就录音证据存疑的问题作证。请证人出庭。这位证人是潞州航空飞行部的副部长，在陆航任职多年，对于飞行部的每一位同事都非常的熟悉。在副驾驶程潇向我汇报陆空对话的录音有问题后，我最初抱着存疑的态度，并主动去赛贡查证了原始录音文件，并没发现问题。但是后来，我分别接触了805航班机组的观察员林依成以及机长江涛。林依成对我问到的录音问题避而不答，心绪犹豫；江机长则拒绝了我申请发出公函，向事发时在赛贡上方盘旋的2位外航机长取得证词的提议。就在3天前，我分别找到了当时在赛贡机场上方盘旋的2位外航机长，其中1位机长亲口说出，当时赛贡机场没有关闭。那请问郭仁俊先生，那2位外航的机长是否能够出庭作证，来证实你的说法？他们因为种种原因，不愿意出庭作证。对方主张录音系伪造，请问有无证据予以证明？没有。那请问证人，你跟我当事人江涛是否在竞争陆航副总一职？是的。那你是否想成为陆航的副总？是的。审判长，原告并未拿出修改录音的实证，而这位证人所谓的见闻也没有当事人可以证实，并且被告和证人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因此，我方认为证人的证言不具有任何证明力。怎么办啊？Hello, Captain Camille. Hi, Captain Gu. I have changed my mind. Thank you.
But the trial has already begun. 审判长，我方申请证人出庭来陈述当时发生在机舱里的真实情况。请证人出庭。我是那天航班的观察员。郭先生发病以后，我们机舱第一时间向塞贡机场申请了备降。此后，程潇离开了机舱，去观察病人的状况。我们接到了塞贡机场的管制消息。管制消息说，一晨哥，将来兜兜长大了，他要是知道自己的飞行员爸爸连最基本的诚信都做不到，你说他会怎么想？一成，你是公司的老员工，我记得公司每年的公益活动你都会参加。在我的印象里，你不但是个好爸爸，也是个善良诚实的人。管制通知说，哦，对了，还有件事儿，兜兜不是想去那家私立学校吗？我找人去问过了，没问题。谢谢姐夫。塞贡机场可以备降。与此同时，管制员还说，有2架飞机正在盘旋等待，让我们尽快降落。请问证人，刚才庭上播放的这段陆空对话，管制通知你们塞贡机场关闭，事实上你在驾驶舱里是否听到过？没有。那请问证人，在陆航召开的805航班的紧急医学事件的调查会上，你是如何陈述的？我，请证人回答。我当时，根据会议的记录记载，观察员林依晨说：“我们没有去备降，一方面是因为病人的情况转危为安，另一方面我们接到通知，附近唯一可以备降的塞贡机场当时因特殊情况暂时关闭了跑道。”是你说的吧？是，但这不是事实。你什么意思？你是说你在调查会上说的是谎言？你是不是在说谎？我当时考虑到公司的利益，我是说了谎。那你现在是不是也在说谎？审判长，这位证人的证言和他在公司调查会上的陈述前后是矛盾的，我方认为证人的证言不足以采信。
双方对举证、质证还有无意见要补充？我没有意见了。没有意见需要补充。请证人退庭。审判长，天哪，林依晨居然站在我们这边了！依晨哥，谢谢你。只是可能没有什么用。Thank you. And the trial has already begun. Oh, really? But I'm already at the Lujora's post. What? Why didn't you tell me? Where I come from, it's called romance.《审判长，我方申请第3名证人出庭作证。 My name is Camille Ferro, and I'm a captain from Merons Airlines. 我是来自米勒航空的机长 Camille Ferris。事发时，我正准备加入进场程序，听到管制和 XD805航班沟通。 And letters as well the Gansa flight. 管制同意了他们的备降申请， So to give away 并指挥我的航班和一架高沙航空的航班盘旋等待，避让准备备降的 XD805。大约5分钟后，我听到陆航机长告诉管制，病人情况已经好转，他决定直飞新加坡，取消备降。 我就重新加入了进场程序。所以当时塞贡机场是否关闭了跑道 So did Saigon Airport close the runway at that time? It wasn't closed. 没有关闭。 Thank you, Captain Camille. You're welcome. You must be that co-pilot. My name's Cheng Xiao. Nice to meet you. Very nice to meet you. Camille, why did you change your mind? Well, after you left, I went back to the hotel. And I heard my co-pilot said that you was looking for me in the countryside for 2 days and 2 nights. So I thought, which airlines couple have this common face? You see, I once thought my husband and I really loved each other. But in the end, he didn't want me to fly. He just wanted me to go home and take care of our child. Later on, we divorced. After that, I never found another person who could truly appreciate me and support me. That's why I decided to be a witness. I really envy you.
Of course, I really appreciate your courage to bet through the truth. So I decided to be a witness. Thank you. Thank you, Camille. My pleasure. Thank you. Thank you. I'm going to pick up my luggage. See you. See you later. See you.现在我们几个人的证词，法官能采信的，可能只有Camille的了。所以最后结果怎么样，还是不好说。你现在不是一个人，有我，有这么多人都在支持你。法庭辩论结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条、第93条的规定，现在进行法庭调解。调解必须双方自愿，调解协议的内容必须符合法律的规定，不得损害国家及他人的合法权益。双方当事人是否愿意由本庭组织双方对本案纠纷进行调解？谢谢就好了，我们不会说的。我愿意接受调解。审判长，我要跟我的当事人商量一下。你为什么要接受调解？法官判我们败诉的概率是极低的，就算是证实了篡改录音，那也是航班之后发生的事情，与你在航班上做的决策是毫无关系的。你跟陆航是不需要承担任何民事责任的，你再考虑一下。郭先生，我愿意公开向您道歉，赔偿您的损失。我方同意接受调解。